河南的老鄉們準備好了嗎？這場直撲河南的大暴雨可能比你想象的還要猛。現在颱風紅霞已經從廣東登陸，一路帶着水汽往北走。29號、30號2天就要給河南全省帶來大暴雨，局地累計降雨量能到200毫米以上，降雨強度大，致災風險極高。我刷到好多人在說，不就是下點雨嗎？夏天河南哪年不下雨？至於這麼大驚小怪嗎？該上班上班，該出門出門。我告訴你，別覺得下雨是小事兒，每年暴雨天都有人因為這些不起眼的小錯誤把命給丟了。今天把消防和应急管理部反复提醒的暴雨保命要点全说透，河南的老鄉們一定要看完，轉給你身邊的人，真的能救命。第一個最容易送命的誤區，水才沒過腳踝，趟2步沒事兒。我求求你，只要路上的水沒過腳面，就絕對不要趟。你看着水不深，平平靜靜的，你根本看不見水下是什麼。井蓋被水沖開了，電線斷了，泡在水裡，下水道的漩渦藏在渾水下面，哪一樣都能要你的命。消防做過真人實驗，看起來才沒過小腿的積水，底下的漩渦能瞬間把一個100多斤的成年人捲走，連喊都喊不出聲。還有人趟水的時候碰到斷電線，人當場就倒在水裡，連救的機會都沒有，寧可繞10公里的路，也別趟一步看起來不深的水，你賭不起。第二個誤區，我去地下車庫把車開出來，不然淹了虧好幾萬。我告訴你，車沒了可以再買，命沒了你賺多少錢都換不回來。地下車庫是整個小區最低的地方，水往低處流，暴雨的時候幾分鐘就能把整個車庫灌滿。你下去挪車的功夫，水就把出口堵上了，水壓着車門，你在裡面根本打不開，砸窗戶都砸不碎，最後連人带車淹在裡面。每年暴雨都有新聞，有人就是心疼那輛車，想着下去挪一下就上來，結果下去就再也沒上來。別算那點經濟賬，車值10萬20萬，你的命多少錢都買不回來。雨下大了就別惦記你的車了，命比車金貴1萬倍。第三個誤區，我開的是 SUV， 底盤高，涉水沒問題，別人過不了我能過，純的找死。普通家用 SUV 半米深的水就能給你飄起來，1米深的水直接把車像個玩具一樣沖走。你以為你開的是船？每年都有車主覺得自己車好，硬闖積水的下穿隧道橋洞，結果水漲上來，連人帶車悶在裡面，最後連車門都打不開。別覺得你車好，底盤高就牛，在洪水面前幾噸重的車跟個紙盒子沒區別。下雨的時候別開車往積水裡衝，別走下穿隧道，別走低洼的橋洞，看見前面水深掉頭就走，別硬闖。第4個誤區，我不在鄭州，我這小地方淹不了。沒事兒，大錯特錯，這次的雨是全省性的，不是只下鄭州、周口、許昌、新鄉、安陽，包括各個縣城、農村都可能下大暴雨。而且小地方的排水系統比大城市差遠了，山裡還容易發山洪，泥石流比城裡危險100倍。別覺得你不在省會就輪不到你，真下起來，山裡的洪水衝下來比城裡的內澇嚇人多了。在農村，在山裡的老鄉，雨下大了就往高處跑，別待在溝裡、河邊的房子裡，別覺得你住了幾十年沒事兒，洪水不認地方。第5個誤區，雨停了就沒事兒了，可以出門了。雨停了不代表安全了，雨停了，河裡的水位還在漲，水庫還在泄洪，山裡的泥石流還在往下衝，路上的積水還沒退，井蓋還可能被衝開，電線還可能泡在水裡。每年都有人就是看見雨停了，出門買東西看水，結果被上游冲下來的水捲走。記住，只要官方沒說解除預警，哪怕外面天不下雨了，也別隨便出門，再等半天，等水退乾淨了，確定安全了再出去。最後給所有河南老鄉提5個醒，都是應急管理部反复強調的保命要點，記下來。第一，29號、30號2天，能不上班就別上班，能不出門就別出門，別為了那點工資，別為了吃個飯聚個會，別為了拍個雨景發朋友圈往外面跑，在家待着比什麼都安全。第二，今天就把充電寶充滿，備上2天的喝的吃的，接幾盆乾淨水放家裡，暴雨之後大概率停水停電，到時候你叫外賣都沒人送，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灵。第三，車今天就停到地勢高的地方，別停的下車庫，別停在樹下、廣告牌下、牆根底下，別等雨下大了再去挪。第四，要是水真的漫進家裡了，第一時間拉電閘，別收拾東西，別想着拿存摺、拿手機、拿貴重物品往最高的地方跑，水漲的速度比你收拾東西的速度快多了。
第5，打雷的時候別洗澡，別碰電器，拔了空調、電視的插頭，別站在窗邊看雨拍視頻，玻璃被風刮碎了，或者被東西砸破了，直接就割到你。我知道河南人一看到暴雨預警就心慌，我也知道肯定有人會說，哪有那麼邪乎，年年都下雨，怎麼就你事多？在天災面前，人真的太渺小了。你100多斤的體重，在洪水面前連個螞蟻都不如。別拿自己的命賭運氣，別覺得別人說的都是嚇唬你。你在家安安全靜待2天，雨停了，水退了，想怎麼出門怎麼出門，什麼事兒都沒有。要是非要出去逞能，真出了事兒，連後悔的機会都沒有。把這條視頻轉給你身邊的河南老鄉，轉給你的爸媽、你的朋友，多提醒一句，可能就救了一條命。河南的老鄉們都平平安安的，南方的朋友準備好，今年冬天你可能會被凍到懷疑人生，你可能會奇怪，現在明明是3伏天，我憑什麼就敢說這話？這一切都是因為那個正在太平洋裡憋大招的氣候魔王厄爾尼諾。國家氣候中心7月14號剛發的預警，厄爾尼諾將發展為超強狀態，大概率超過1998年。你可能早就聽過這個名字，知道今年夏天熱得離譜全是因為它，但你絕對不知道它能直接決定你冬天能不能用上暖气，過年的菜價會不會翻番。今天一條視頻給你講透，太平洋裡這盆1000萬平方公里的熱水到底怎麼把全球天氣攪得天翻地覆。這2天北方的朋友是不是已經熱懵了？河北、河南、山東連續1周40度以上，出門鞋底都能粘在柏油路上，雞蛋打在井蓋3分鐘能熟，電動車座燙的能煎肉。很多人說，這不就是每年都有的3伏天嗎？我告訴你，這根本不是普通的熱，這只是2026年氣候大魔王的開胃小菜，真正的狠角色現在還在太平洋深處攢着勁呢。國家海洋環境預報中心聯合國家氣候中心開了一場幾乎沒上熱搜的發布會，會上說的每一個字，我看完後背直發涼。今年秋冬季將形成一次超強厄爾尼諾事件，目前赤道中東太平洋的海溫異常已經超過了1997年同期水平，甚至有可能打破1950年有觀測記錄以來的歷史極值。什麼概念？上一次達到這個強度的厄爾尼諾是1997年到1998年。那一年長江全流域特大洪水，數千萬人上堤抗洪。那一年印尼燒了整整3個月的森林大火，黑煙飄了幾千公里，整個東南亞連太陽都看不見。那一年全球因為極端天氣死亡的人數超過23000人。很多90後、00後可能沒印象，回家問問你爸媽，28年前那個夏天他們是怎麼扛過來的。而現在這個當年差點掀翻半個世界的氣候聖嬰又回來了。很多人聽到這兒可能會笑，不就是海水升高個1-2度嗎？至於說的這麼嚇人，我給你算個賬你就懂了。這次厄爾尼諾要加熱的海水整整1000萬平方公里，比整個中國的國土面積還要大。這1000萬平方公里的海水整體升高2到3攝氏度，釋放的能量相當於100萬顆廣島原子彈同時在海裡爆炸。這股能量不會憑空消失，它會全部噴到大氣層裡，然後順着大氣環流砸到全世界每一個人的頭上。你以為這就完了？最要命的是，這次的厄爾尼諾是所有厄爾尼諾裡最兇的東部型普通的厄爾尼諾，就像你家熱水器壞了，只是水溫有點熱，湊合還能用。東部型超強厄爾尼諾就像你家熱水器直接炸了，滾燙的開水噴得滿屋子都是，它影響範圍更大，極端性更強，持續時間更久。專家說，這次的影響至少要持續到2027年春天，也就是說，從現在開始，整整大半年的時間，我們所有人都要在這個氣候大魔王的陰影底下過日子。那它到底對我們普通人有什麼影響？首先跟你說一個全網99%的人都講錯了的結論：厄爾尼諾來了，根本不是全國都暖。今年冬天最慘的不是北方，是南方。那些自媒体瞎喊什麼今年是史上最強暖冬，纯誤導人。真實情況是北方會暖到離譜，南方會冷到懷疑人生。北方的朋友今年冬天大概率會發現都快過年了，河裡還沒結冰，雪都沒下2場，暖氣還沒供幾天，氣溫就竄到0上了，買的厚羽絨服根本穿不上。但南方的朋友，我勸你現在就把厚被子曬好。今年冬天你会体驗到什麼叫魔法攻擊 Max 版，連續1個月見不到太陽，天天下冷雨，屋裡比屋外還冰，空調開30度都不管用，被窩裡都是潮的，曬了3天的衣服摸上去還是濕的。
別不信，歷史上每次東部型厄爾尼諾，南方冬天就沒有一個好過的。2008年那場凍住半個中國的冰災，就是強厄爾尼諾年的產物。當年高速封路，電線壓斷，火車停在半路上，半個中國的交通直接癱瘓。今年這種風險正在成倍升高。有人肯定會問，不是說全球變暖嗎？怎麼還會凍死人？這就是厄爾尼諾最雞賊的地方，它從來不是讓天氣一直熱，而是讓天氣徹底瘋掉。該熱的時候往死裡熱，該冷的時候往死裡冷，該下雨的時候一滴不下，不該下雨的時候往死裡下。就拿今年夏天來說，你是不是已經感覺到不对勁兒了？北方熱到破紀錄，南方卻在天天下暴雨。廣東、廣西、福建前一陣子雨大到什麼程度？城市內澇能淹到公交車頂，轉頭第二天就35度高溫暴曬，上蒸下煮，出門走兩步渾身是汗。這還只是7月份，真正的考驗還在後面。很多人說，不就是天氣反常點嗎？跟我有啥關係？我天熱開空調，天冷穿棉襖不就完了？太天真了。我給你捋一捋這個鏈條，你就知道它是怎麼悄咪咪掏空你錢包的。別覺得這是危言聳聽，這些影響最後全都會落到你每天的開銷上。首先是吃的，厄爾尼諾年，全球糧食必然減產，東南亞的大米、澳大利亞的小麥、巴西的咖啡都會不同程度減產。國內呢，南方雨太多，稻子會爛在地裡；北方太旱，玉米、小麥會受影響。最後是什麼結果？你吃的米飯麵條要漲價，喝的奶茶咖啡要漲價，連你吃的白糖巧克力都要漲價。尤其是過年前後，你去菜市場就會發現，綠葉菜的價格可能比肉還貴。然後是用的，今年冬天的電費賬單，南方的朋友做好心理準備，可能會比往年多一半。為什麼？又冷又濕，空調根本不敢關，一關屋裡就像冰窖。還有一個所有人都必須警惕的台風，很多人說厄爾尼諾年台風少，這又是一個傳了10幾年的謠言。台風不是少了，是變得更狠了。國家海洋環境預報中心明確說了，今年台風生成數量會偏少，但強度會極端的強，因為台風生成的位置更偏東，在海上跑的時間更長，吸飽了能量才登陸，就像在海裡憋了半個月大招的拳手，一出手就是往死裡打。我知道網上現在有很多人在制造焦慮，說什麼史上最大災難要來了，趕緊囤貨，完全沒必要。我今天說這些不是讓你害怕，是讓你提前有個準備。我們國家現在的氣象預報水平跟1998年早就不是一個量級了。1998年的時候，我們只能提前1周預測到洪水，現在我們提前半年就知道厄爾尼諾要來，能提前好幾個月做準備。水庫提前洩洪，物資提前儲備，應急預案提前做好，真的沒必要恐慌，更不用去搶鹽、搶米、搶礦泉水。但是有幾個小事兒，我真心建議你提前做。南方的朋友，今年冬天家裡備個除濕機，多買2身加絨的保暖內衣，比什麼都強。住在低洼地區的朋友，夏天台風天多，盯着點天氣預報，該轉移就轉移，別捨不得家裡那點瓶瓶罐罐。家裡有老人小孩的，今年夏天防暑，冬天防凍，空調該開就開，別心疼那點電費。人啊，在大自然面前永遠不要逞能。最後我想跟大家說幾句心裡話，以前我們總說人定勝天，要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但是現在你看，太平洋裡的海水僅僅升高了2度，整個世界的天氣就亂套了。我們總覺得人類是地球的主人，其實我們連地球的脾氣都還沒摸透。地球不需要我們救，我們需要救的是我們自己。畢竟在大自然面前，我們永遠都只是個孩子。